从窗户悄悄扔出去一小块面包屑，成功把一只老鼠引来觅食。四周风平浪静，没有任何动静。麦克又拿锡箔纸重新包了一块，扔到同样的地方，想试试看亮光会不会引起狱警的警觉。然而就在下一秒钟，铁网外面突然亮起了巡逻车的车灯。瞭望塔上的探照灯立刻转向了那只老鼠，一枪下去就把它打成了肉泥。麦克心里一阵发慌，看样子想在夜里越狱，这基本上是没戏了。第二天，麦克找到监狱的包打听麦迪，让他帮忙购买2块手表以及一个双筒望远镜，但麦迪只收了一半的钱，因为望远镜只有固执的老威廉有，而他是不可能出售的。麦克打听到老威廉的牢房，虽然不忍心偷别人心爱的宝贝，但为了越狱大计，他还是下定决心将其偷走了。麦克在地上画了一幅路线图，并告知詹姆斯明天下午就开始越狱。詹姆斯被逗笑了，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白天越狱的。麦克解释道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夜晚有巡逻车整夜把守，白天的警戒相对来说会松散一些。而之所以选择明天下午，是因为明天下午2点有一场世界杯决赛，大部分囚犯会聚集在操场上看球，越狱3人组就可以趁机从房间内的窗户翻出去。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2个瞭望塔上的狙击手，只有找出他们的弱点才能对症下药。麦克将双筒望远镜一分为2，一人观察一边的瞭望塔，马洪则负责在门口放哨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，詹姆斯注意到在下午3点13分的时候，太阳光刚好直射到西侧的瞭望塔，上面的狙击手会习惯性的将视线转向监狱外侧。詹姆斯扔出一个小球测试，果然发现西侧的狙击手注意不到铁网内的状况，而这个时间持续了6分钟左右。北侧的狙击手人称胡狱警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，当然不可能错过世界杯的任何赛事。麦克注意到，一旦信号不好，胡狱警就会摆弄天线，暂时也不会注意到这边的情况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让2名狱警摸鱼的时间重叠，就能趁这个间隙溜到被腐蚀的铁丝网洞口逃出监狱。但如何能精准地控制2人的行为动作呢？麦克想到一个办法，他再次偷来一个微波炉，将其改造成电磁脉冲发射器，用来干扰电子设备的信号。詹姆斯不得不佩服公司挑人的眼光，眼前这个人果然是万中无一的越狱奇才。他将发射器的电源插上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胡狱警开始焦头烂额地摆弄起天线来。可就在这时，牢房门口突然有人经过，麦克慌了一下神，望远镜反射的太阳光不小心照到哨塔上。等他再次拿起望远镜望过去时，胡狱警已经端起枪。Get out! Why? They're coming in! 监狱立马拉响了最严重的警报，所有囚犯连滚带爬地奔向操场，因为一旦有人没有及时出现在这里，就会被当场射杀。麦克和其他囚犯们整整齐齐地跪在地上，紧接着一大队全副武装的狱警就破门而入。We received no word of this. Your rifle scope was seen from the tower. Capitan Hurtado saw it with his own eyes. It's impossible. There's a gun in your prison, and it was pointing at one of my men.We are going to find it. 原来狱警们误以为是狙击枪的瞄准镜，经过全面排查，终于在麦克的牢房里发现了望远镜。胡狱警拿着枪抵住麦克的脑袋，质问他为什么要监视自己。麦克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正在胡狱警准备开枪的关键时刻，詹姆斯及时站了出来。Why were you watching him? I wasn't. I was watching birds.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女友寄过来的鸟类书籍，狱警接过仔细翻了翻，里面的确是大量鸟类图案，以为他是鸟类爱好者，狱警们也不再追究，收队走人。Go back. Hurtado. Ya, déjalo. 成功躲过一劫后，麦克火急火燎地朝牢房冲去，可这才发现门已经被狱警牢牢锁死。麦克想死的心都有。这间牢房不仅是越狱的出口，并且电磁脉冲的微波炉也还在里面，这也就宣告着精心设计几天的越狱计划再次流产。但好在一个随风飘进监狱的纸杯再次让越狱团队看到了曙光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9公子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